男人呐，什么真情厚谊，全是假的。只要是年轻貌美、新鲜水嫩的，男人没有不喜欢的。现在他1个月里，起码有1半的时间在那儿，什么贵重的东西都给他。比起采薇得宠的时候，是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娘，你是没见到他那得意的样子，根本就没把我放在眼里。偏偏我有短处在他手里，所以我什么都做不了。唉，归根结底呀，就是因为你没有儿子。如果你有个儿子，哼，就是这些女人再闹，凭你的地位也威胁不到你，也不会像现在这么被动了。可是我这肚子不争气，我能有什么办法？大夫换了几个，药吃了几年，就是没有消息。看来我这辈子是没有子孙福了。哎，娘倒是有个主意。太太，马大夫已经等了您一会儿了。马大夫？哦，之前周妈妈来说武姨太突发疾病，我便派人去请马大夫看了看，请来以为是小事儿，就没有及时禀告太太。太太，马大夫，请坐。请。马大夫不是去了蔷薇园吗？可有什么不妥？武姨太这次受了些风寒，并无大碍。那马大夫这是？这次我帮武姨太诊脉，发现她之前因为小产而导致身体虚弱，阴血不足，包脉失养，再加上情志不畅，肝气郁结，气血失和，武姨太只怕是很难再怀身孕了。景兰，如今采薇已经不能生育，你觉得？以景兰的看法，还是夫人的主意好些。这个世道对女人真不公平。我知道太太心里不舒服，可是除此之外还能有什么办法呢？为了太太的地位着想，太太还是想开一些吧。这种事情只怕是女人都想不开，可是又有什么办法？二爷，二爷，二爷好。这位是？这是我家中的庶妹，排行第9，名叫马菊芳，今日特地来看我的。菊芳，还不快叫二爷？二爷好。好，难得来一次，福芳，你可要好好招待。那是自然。饭菜已经准备好了，我们先吃饭吧。好。二爷。菊芳早就听说二爷英明神武，果敢决断。菊芳最敬重的就是二爷这样有谋之人。菊芳在这儿敬二爷一杯。我从家中的庶女中挑一个模样、性情都合适的出来，你让她去伺候二爷，然后生下儿子，然后你就过继到自己身边，这样你的后半辈子就有指望了。娘让我再给二爷纳妾，我那里还不够多吗？娘还要再送一个给我添堵。哎呀，就是娘不送，难道你丈夫他自己就不收了？与其让一个狐妹子得逞，还不如送一个自己信得过的。家里过去的总是好拿捏，你以后啊还会生很多心。
反正啊，你终究要收一个儿子的，收一个别人的，那不如收一个自己妹妹的。二爷，菊芳的小曲儿唱得不错，让菊芳给你唱一曲吧。好，不用了。今天啊，我有些头疼，想清静一会儿。二爷，你觉得菊芳如何啊？你们马家养出来的，自然是不错的。其实我这个妹妹仰慕二爷已久，如果二爷喜欢的话，如果你是想说要为我纳妾的话，那就不用再说了。我以后是不会再纳妾了。二爷，算了，我还是回青松院吧。二爷，二爷，太太，二爷怎么这么快就走了？二爷拒绝了我的提议，他说再也不会纳妾了。可笑的是，我不知道该不该开心。二爷不再纳妾，真的是因为六姨太啊？那我们该怎么对付六姨太呢？这内宅中论得宠，还没有人能跟六姨太相比。石青文，师爷吗？快点快点，快到这边来！这么晚了，是谁在外面吵闹？我出去看看。你们怎么回事啊？怎么那么吵？祭祖的事情在晚上准备是比较有诚意的，难道你没有听说过吗？那你们这么吵，太太怎么休息啊？是太太休息重要呢，还是祭祖的事情重要？如果你觉得我做的不对的话，大可以去找老太太理论的。太太，你说的没错，现在六姨太是最得二爷欢心，无人能和她相比，包括我在内。不过有一个人例外。谁呀？开门呐！哦，太太，这么大清早您怎么来了？五姨太起来了没有？哦，五姨太正在抄经文呢。抄经文？五姨太每天都要抄的。快去跟五姨太说，太太过来看她。哎，五姨太，你天天早起抄写经文，可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啊。我之所以遭受了这么多的磨难，一定是我前世作孽太深的缘故。我只求佛祖看在我一片诚心的份上，能够消除我的罪孽，也让我那苦命的孩子能够早日投胎转世。五姨太，你应该享福的，不应该受这些苦的。福兮祸所依，我已心灰意冷，不敢再奢求什么，只求平安度日。太太，太太，这么早，太太怎么来了？翠萍，快帮我收拾一下。哦。景兰，是。这里不需要你们了，你们下去吧。是。你身体不好，坐下吧。采薇，
现在你还认为是我设计了你吗？采薇虽然算不上聪明，但也不是蠢钝之人。废院之事，或许别人不会相信我是清白的，但我却是明白的。的确是有人在陷害我。至于这个人，是太太，是秋林，还是大爷，还是你们3个人都有份，采薇就不知道了。你倒是老实。明白又能怎么样呢？如今，真相对我来说一点都不重要。二爷从来就不信任我，我的孩子也没留住，我爹和桂琴都过世了。前2天马大夫跟我说，我以后都不会再有身孕。我现在就算知道当初是谁在算计我，又能怎么样？我失去的一切还会再回来吗？如今我已经心灰意冷，现在这种生活对我来说才是最好的。我实在不想再回到那些争斗当中，只想平静安稳地过完这一生。所以老太太的处罚对我来说何尝不是一种成全呢？你真的不想出去了？出去又能怎么样？蔷薇院外面已经没有我可以留恋的事物了，所以禁不禁足其实是没有差别的。娘的那一步棋已经走不通了，所以太太将武姨太放出来，让她分碧荷的宠，引得碧荷对武姨太下手，太太便有了机会。最主要的是，采薇不能生育，就算重新得宠，也不会对我造成任何威胁。先是不忠，再是不孕，像我这样的人，在太太眼里，恐怕再也没有任何危险。原来那天武姨太是故意告诉碧荷为二爷生辰放灯的事情，好帮助碧荷在二爷面前争宠啊。碧荷知道防着太太来找我治伤，显然是聪明有心机的。只要稍稍拉她一把，她一定会达到她的目的。那武姨太怎么知道这样就能得到二爷的宠爱呢？以前每年我为她放灯祈福的时候，她总是会很开心。她相信这样的话就会给她带来好运。虽然她现在厌弃我，但却不一定会厌弃祈福灯。碧荷长得漂亮，又得她欢心。如今有碧荷为她放祈福灯，她应该会很高兴的。因为没有子嗣，所以一旦有其他女人得宠，太太都会很心急。这次碧荷得宠，估计已经引起她的不安和焦躁。她现在应该很主动积极地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，而马大夫给她的消息，应该会给她些启发吧。说起来，那天武姨太您装病装得可真像，连我都差点信以为真了呢。不这么做的话，又怎能引来马大夫这个重要的人证呢？这段时间我可花了不少钱，让婴儿和周妈妈分别买了很多药物服用，特意造成了脉象紊乱的假象，让马大夫误以为我再也没有办法怀孕。所以武姨太你才不用着急用3七补身子喽。只是现在在大家眼里，武姨太你都已经失宠了，太太还会再用你吗？论感情，采薇跟二爷青梅竹马，碧荷拍马都追不上。虽然现在二爷对采薇失望，可是从二爷积极为采薇寻找西医的情形来看，他对采薇还是余情未了。反正也没有别的办法了，先这样试试吧。就算不成功，对我来说也没有损失。
可是武姨太一直怀疑太太在背后陷害她，她出来后会不会找机会报复？我之前也是担心这一点，所以今天特意去试探一下她。我故意天天抄经，装成心灰意冷的样子，就是为了消除她的顾虑。采薇之前本就是柔顺的性子，一连串的变故更消磨了她的志气。在她看来，即便是我有什么想法，她也没有这个本事。她要是安分就好，要是不安分，我能踩她一次，就能踩她第2次。我要的就是她这份轻视之心。老太太，太太来了。老太太，傅芳来了。这个时候，你怎么会来呢？儿媳过来是有件事要和老太太商量。有什么事啊？是关于武姨太禁足一事。下个月便是黄管事的生祭，我想采薇就这么一个亲人，黄管事的丧礼她也没能出席，再加上她已经禁足这么久了，我看是不是解了她的禁，让她能好好的筹备父亲的生祭。你说的也有道理。如果说连生祭都不让他去准备，那也显得我们白家太不近人情了。好吧，就这么办。等生祭过了之后，再让他继续禁足吧。老太太，有句话我说出来，您别不高兴。虽然老太太已经下过严令，可是家里面人多嘴杂的，难免会有流言传出去。如果将武姨太一直禁着，被人知道了，两相一联系起来，这流言可就落到实处了。到时候受损的可是大爷的名声。你如果把下人管好，会有这么多流言蜚语传出去吗？父方定当尽力而为。可是有句话说得好，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。但是只要把采薇解禁，这流言也就不攻自破了。老太太，父方完全是为了白家和大爷的声誉着想。好吧，既然你已经决定了，那就照你的想法去做吧。一切就听老太太的，我就不妨碍老太太念经了。听到没有？听到没有？他这是在威胁我。哎呀，老太太，您别生气呀。好了，别捶了，连个腿都捶不好，留着你有什么用？赶紧下去。哎呀，我来，我来捶。老太太，您说太太这么做是为什么呀？他这还不是想用王皇后对付萧妃之法？哦，可是咱们的武姨太，她又不是武媚娘啊。我看这次太太算是失策了。哼。太太，今天是什么好日子？您竟这么好兴致，摆下酒宴招待大家。去年冬天的时候，我叫人酿了梅花酒，埋在了梅树下。现在这个时候喝正好。再加上我看见二爷这段时间因为药厂的事实在辛苦，也想着借这个机会
让二爷和各位姐妹轻松一下。二爷，梅花酒清香寒冽，这个时节喝，可别有一番滋味。父方敬二爷一杯。福芳，这些年你辛苦持家，应该是我敬你才是。秋林唱的小曲儿还真是不错。有一段时间没听秋林唱曲，功力倒是长了不少啊。二爷，秋林唱的怎么样？唱得好，好得很呢。看姐姐唱曲，碧荷有些激昂了。你也会唱啊？我都不知道。如果早知道你会唱曲，你伺候的时候就应该让你来唱几曲听听呀。碧荷哪里会唱曲呀？就我这种嗓子，即便唱得再好，也不能和戏院的伶人相比，是不是？你说什么？秋林，那妹妹，你是想表演什么节目呢？先允许我卖个小关子。碧荷，你这是唱的哪一出啊？碧荷才疏学浅，既不会唱歌，也不会弹琴，只会些简单粗陋的小戏法，希望能博得二爷和众位姐姐们一笑。大家看，那边有一朵花。这边也有。秋林姐姐，你头上好像也有。梅香姐姐，让我看看，你身上也都有啊。这边也有，这边也有啊。大家看，这是一个火把，等一下我要把它点燃，然后把这个火把也变成一朵花。立春，点火。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哇，真的是朵花哎！妹妹，你还真是有一手啊，平时还小看你了。刚才我变的都是从无到有，接下来就是从有变无。秋林姐姐，能借用一下你的镯子吗？别那么小气嘛，我就用一下。干嘛？讨厌！现在我要把秋林姐姐的镯子放进这个盒子里。听到了吗？它还在里面，但我现在得想个办法，让它消失。大家看到了吗？这镯子还在里面。秋林姐姐，你看，这是你的镯子吧？哪有啊？走。我镯子呢？我镯子哪儿去了？我镯子在哪儿呢？在你身上。你别着急，我帮你找。在哪儿呢？梅香姐姐，在你那儿啊？没有啊。那一
定是在太太那儿了。啊，我知道了，一定就在二爷那儿。我？拿出来吧。你要不拿，我可亲自搜了。让我看看，藏在哪儿了？一定是在后面。会不会在这边呢？在哪儿呢？我找到了，看，还说不是你拿的。还给你，好好看看是不是你之前给我的那只。精彩精彩！这只是一些简陋的小把戏，不足挂齿的。二爷和姐姐们喜欢就好。这个丫头眼生得很啊，怪不得太太眼生。这丫头是我前几日去庙里上香的路上碰到的，见她在路边卖身葬母，样子怪可怜。看她样子，长得跟我过世的妹妹有几分相似。想想，这也是缘分，所以就禀告了梅香姐姐，把她买了回来，留在身边伺候。啊，我看是小事情，也没有烦扰太太。立春，还不快见过二爷和太太？立春见过二爷，太太，还真是和妹妹有几分相似。立春呐，这以前六姨太也是丫鬟出身的，这如今人家可都是姨太太了，这份本事你可得好好学学。立春很小的时候就听人说过，英雄莫问出处，又听过因果轮回一说。我想六姨太能有今天的福气，定是因为前世积福行善的缘故。好个伶牙俐嘴的丫头！二爷吃个虾吧。二爷吃菜。好。叶香，你表演个什么节目给我们呀？想不出来要罚你哦。采薇见过二爷，见过各位姐妹。妹妹，快过来坐。怎么这么晚了？有些事情耽搁了。等等，这不是你的位置。按照顺序，采薇是五姨太，应该坐在碧荷之上。当然了，姐姐，你坐这儿。大家一定很奇怪，为何采薇能来到这里？怎么回事？我已经和老太太商议过了，五姨太的父亲生计将至，念在黄管事对白家忠心耿耿，所以决定给五姨太解禁，好好筹备黄管事的生计。采薇谢谢太太的体贴之心。我身为当家太太，这是我的职责。希望以后大家能和睦相处，共同伺候好二爷，以及早日为二爷、为白家开枝散叶。采薇，还不敬二爷一杯？采薇敬二爷。
二爷。我刚才看二爷，明明是想跟你说话的，可是你为什么？翠萍，你要记住，我们这次出来不是为了破镜重圆的，裂痕一旦在那儿，就永远都回不去了。妹妹，梅香姐姐，这段时间你受苦了，看看你受了多少，脸色也不好，是不是下人怠慢了？我这种情况又怎么能好呢？只要出来就好了，一切都会慢慢好起来的。这会儿在这儿装姐妹情深啦，早干嘛去了？采薇，在你禁足期间，你这位好姐妹可有去看过你吗？有些人呢，就喜欢在中间瞎挑拨。采薇姐姐，我跟梅香姐姐，我们一直都很担心你。可是老太太有严格的规定，禁足期间，闲杂人等一律不得入内。可我知道，梅香姐姐一直有吩咐要特别关照你的，尤其是厨房那边，生怕那些眼皮浅的欺负你。别听她瞎说。我当然知道姐姐对我好。姐姐，你能解禁，我真是太开心了。以后我们又可以经常在一起了。太薇，今天这么高兴，要不去我的含香院坐一会儿吧？梅香姐姐，我想去桂香院看一看。好啊，那我陪姐姐一起去吧。不用了，我自己去就行了。桂清过世之后，二爷一直保留着他的房间。不过你也不要太触景伤情了，小心自己的身体。那我先去了。秋林和碧荷为了争宠出尽法宝，可是却不及采薇轻轻巧巧的一露脸。你看见二爷见到采薇时的样子了吗？我这步棋还真是走对了。刚才武姨太敬酒的时候，二爷迟迟不肯端杯子，真把我给吓了一跳，生怕二爷发火。我安排这次家宴，何尝不是试探二爷的态度？现在看来，采薇复宠是迟早的事。武姨太那边，我们是不是得提防着点儿？这些都是四姨太做的衣服花样，想必应该是为五姨太的孩子准备的。
我送来这么多好东西啊！哎呀，恭喜五姨太，贺喜五姨太！如今五姨太解禁了，往后就有好日子过了。刚才啊，太太送了许多摆饰物件过来，五姨太要不要进去看看？我们知道，以前是我们伺候不周。对对对，我们都是些没眼力见的下人。五姨太天生一副好心肠，不会和我们计较的啊。妈妈这说的是哪里话呀？这几个月还多亏了你们的照顾，我才能平安熬到这个出头之日。今后呢，也不知道太太会怎么安排。不过我们好歹主仆一场，我也希望你们能好。太太那儿呢，多余的话我也不会说，你们放心。谢谢五姨太，谢谢五姨太。我真是不明白，我们在禁足期间受他们多少欺负，他们心肠那么歹毒。要不是五姨太你聪明，现在都不知道是怎么样了，怎么能这么轻易就放过他们呢？即便我在太太面前说了他们的不是，太太就会惩罚他们吗？当初太太派他们过来的时候，难道没有想到这一切吗？告状很简单，但是除了让他们记恨我们之外，是没有多大用处的。我们刚刚解禁，没有必要给自己树立两个敌人。他们虽然是下人，但如果暗中为难我们，那也是很麻烦的。那你真的就这么放过他了？人生在世，总会遇到一些形形色色的人，吃亏受苦是在所难免。如果一一记恨在心，伺机报复，那生活除了仇恨，还会剩下什么呢？有些时候啊，化戾气为祥和，也是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。那害死老爷和四姨太的人呢？你也打算化戾气为祥和吗？不，唯独这两件事情，我会不依不饶，追究到底。我一定要查出真凶，替他们讨回公道。五姨太，翠萍也会全力协助你的。这一点我从来都没有怀疑过。翠萍，你一会儿收拾一下，我想明天就回去。你才刚刚解禁，而且离你父亲的生祭不是还有1个多月呢吗？父亲的丧礼我没能出席，实为大不孝，所以这次想早点回去给父亲上个香，也好早一些来筹备他的生祭，还望太太成全。这样吧，你暂且先回去准备着，中途如果能回来就回来，不能回来，过了生祭也得马上回来。你现在是白家的人，老是在娘家待着也会惹人闲话。才微明白，谢谢太太的体贴之心。采薇，我知道你心里面依然怀疑我，这番感谢也不尽不实。可是你要明白，我正是因为问心无愧，才会求老太太放你出来。今天你能重见天日，能去筹备你父亲的生祭，都是因为我。太太的恩德，采薇没齿难忘。谢谢你来看明月啊。说起来，我也是看着明月长大的。明月这小模样，像姐姐，一看就是个美人坯子，性格也像姐姐一样好，让谁能不喜欢呢？谢谢妹妹夸奖了。我是说真的，之前在采薇身边伺候的时候，我就非常敬佩姐姐的为人。如今我们成为了姐妹，一心想着多和姐姐亲近亲近，只是不知道姐姐会不会嫌弃碧和笨呢？采薇常在我面前提起你的聪明伶俐，你要是笨的话，这世上哪还有什么聪明人呢？明月，找姐姐们玩去啊！快去。我听说采薇已经去求太太要回去准备父亲的生祭了。啊，这事儿我也听说了。就我这笨脑袋，怎么想都想不明白，还想请教姐姐呢。你说，采薇好不容易出来了，不是应该先去讨二爷的欢心吗？
怎么突然间跑回了娘家？你们一向要好，不知姐姐知不知道这其中的缘故啊？你为什么要知道这个？我还不是替武姨太着急吗？之前在她身边伺候了那么久，怎么说也是有感情的呀。那还真是难为你这份心意了。依我看呢，采薇是因为思念亡父心切。采薇她为人心思淳朴，从不作假，这个你知道的。看来武姨太的解禁让六姨太感到紧张了。她的宠爱是怎么得来的，她自己清楚得很。现在正主子要出来，她能不紧张吗？二姨太，您说她之前说的那几句话是什么意思啊？她就是看着我手里有点权力，想向我示好，一起对抗太太。本来呢，她这个人心思敏捷，倒是个可以帮上忙的人。不过，她为人两面三刀，是个墙头草。我呀，还得防着她在背后捅我一刀呢。哎，银杏那边有什么消息传来吗？自从立春那个丫头进来后，一些近身的事情，六姨太都让立春做。现在银杏都得不到什么消息。没想到她为人这么小心，连老太太派来的人，她都信不过。爹，回来看你了。爹要送你一件礼物，这是省城给你买的，你呀，你肯定会喜欢的。哇！我很喜欢，谢谢爹。好，不用谢，只要喜欢就好。小姐，小姐啊，我知道你心里难过，可是你要保重好自己的身子，否则老爷在九泉之下也不会安心啊。张妈妈，红袖在哪里？哦，我把她送到我乡下一个朋友那里去了。小姐放心，没人能找得到她的。你把她偷偷带回来见我。哎，不管是我爹，还是归期，我一定要找出他们死亡的真相。二爷，你累了就歇会儿吧。我没跟他计较，我什么都没跟他计较，他竟然敢给我脸色！别动！
多谢武姨太救命之恩，武姨太的大恩大德，红袖永生难忘。坐吧。红袖，你不可以在这里多待，以免被别人发现。所以多余的话我就不说了。但是有几个问题，我必须问清楚。武姨太，请问，只要是红袖知道的，红袖绝不隐瞒。这不是武姨太之前送给四姨太娘家兄弟的怀表？没错，就是那块怀表。我那天送出去之后，桂琴的弟弟明明把它带回去了，可是他为什么会出现在桂琴的房间里？红袖，你再仔细想想，在那之后，桂琴的弟弟有没有来过府上？没有，绝对没有。那桂琴有没有回过家？也没有。自从进了白家，四姨太除了她爹娘的生辰之外，基本上很少回去。你再想一想，四姨太在临死之前有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？四姨太那段时间的确有些不对劲，说起来是在见过太太之后。桂琴见过太太？什么时候的事情？就是在你小产前的5天，四姨太陪五姨太花园散步回来以后，太太就在桂香院里等着四姨太。四姨太和太太关上房门密谈了一阵，在这之后四姨太就病倒了，而且总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。那你知不知道太太对桂琴说了些什么？四姨太从没和我提过。对了，还有一件事儿，那是在四姨太得知五姨太小产性命攸关的时候。四姨太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四姨太，四姨太，我该死！我不是人，我该死！我这次求太太出来，一来是为了见红袖，二来就是来找大山哥。自从我爹死后，大山哥也莫名其妙的失踪了。我想，他应该知道一些关于我爹的死因，也不知道他是已经被害了，还是自己躲起来了。老爷都去世这么久了，都没有关于大山哥的消息，而且也没有发现他的尸体啊。大山哥平时那么机灵，我想应该是躲起来了。你们是谁啊？大娘，你不记得我了？我是采薇啊。哦，原来是采薇，快请进，快。大娘，我们这次来是想打听一下大山哥的下落。你们怎么都想知道大山的下落？莫非他干了什么坏事吗？大娘为什么这么问啊？难道还有别人来打听大山哥的下落？不错，二爷派人来问过几次。前几天，大山爹被一帮匪人绑住，逼问大山的下落，吃了不少苦头，现在还在床上躺着呢。他说还好吗？知道是谁动的手吗？倒是没有生命之忧，只是伤筋动骨100天，地里的农活全给耽搁了。当时那帮匪人捆人的时候，是蒙着眼睛的，不知道是谁。大山这孩子真是的，不知道他干了什么事情，真是让人着急呀。这，大娘，大山哥一直跟在我爹身边，也算是我半个兄长。这些钱呢，是我的一份心意，虽然数量不多，但希望可以解您的燃眉之急。以后如果再遇到什么困难，也可以差人来告诉我，只要是我能帮得上忙的，一定竭尽全力。五姨太，这怎么好意思呢？大山哥是个好人，老天爷不会让他有事的。不用送了，二位慢走。连大山哥的父母都不知道他的下落，这天大地大的，上哪儿找去啊？这条线索又没了。也不是完全没有线索，至少可以肯定的是，我爹的死确实可疑。五姨太的意思是，那些绑了大叔的神秘人，这些人跟伤害我爹的凶手绝对脱不了关系，只是连大叔都不知道他们是谁。如果找不到大山哥，还真的是没有办法查起。好在桂琴那边有消息，咱们就从桂琴的死因查起。五姨太，二爷好像也在调查李大山的下落，
看来他也在怀疑老爷的死因呢。这说明二爷的心里还是有老爷和武姨太的。我爹终其一生为白家劳心劳力，就算获得这份关心，也是理所应当的。老爷生前，每到逢年过节，都有很多人来上门拜贺。没想到走了以后，头一年生祭就这么起了。人走茶凉啊，世间人情就是这样。小姐，二爷来了。二爷，多谢二爷接纳。黄管事是我们白家的老人，一辈子尽忠职守，我应该来的。翠萍，带二爷进去喝茶。不用了，我还有事，先走一步。二爷慢走。小姐，二爷嘴上虽这么说，可对老爷行的却是晚辈礼。他这分明是在让步啊！你为何不顺着台阶往下呢？当我遭人陷害的时候，他不信；当我寄希望于未来的时候，他狠心害死我的孩子。在我生死攸关的时候，他纳了我身边的丫鬟。我被禁足，遭下人欺负的时候，他连人影都不见。如今，就因为他对我还残留着那么点情谊，还肯接纳我，所以他向我勾勾手指，我就应该欢天喜地地扑过去吗？我做不到。真的做不到。等等，这是武姨太的车。是啊。这车怎么这么破？是个好人坐着都难受。哦。我说这车怎么这么破？是个好人坐着都难受。对啊，武姨太身子不好，怎么能坐这破车呢？你不用劝我，我才不会把我自己的车给他用。二爷，我真不是这意思。你不是这个意思吗？啊？我真就是这个意思。二爷堂堂男子汉大丈夫，怎么能跟女人斤斤计较？你说的有道理。这女子与小人难养也，不与他们计较。愣着干什么？倒要看看这车怎么个破法。娘。张妈妈，您这是干什么呀？快起来！哎，快起来啊，张妈妈！小姐，我要求你一件事。有什么事您尽管说呀。您一手将我带大，就像我亲娘一样，您这样不是折我的寿吗？如今老爷过世了，现在这个世上，我最关心的人只有你们两个。可是今天你们这一走，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见面？我心中实在是舍不得。小姐，你将我带进白家吧，让我能天天看见你们，好吗？
张妈妈，您先坐。娘，你先喝杯水。其实，我跟翠萍也商量过，想把您带在身边。只是这次出来调查我爹和桂琴的死因，我才发现事情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好多，也凶险很多。我只怕把你带进那个是非之地，反而是害了你。不，我们是一家人，命是相连的。如果你们出了什么事，难道我还能独自活在这个世上？与其在外面让我担惊受怕，不如啊，小姐，让我和你一起去面对一切吧。说不定啊，我还能帮上你的忙呢。啊，五姨太，你就答应了吧。好，小姐。我们的车呢？车夫，车夫！哎，来了！怎么回事？我们的车呢？啊，这个我也不知道，我刚刚进去喝了杯茶。翠萍啊，这还不明白？这是二爷的车。二爷啊，是心疼小姐，好让小姐坐得舒服一些。上车吧。先回一下蔷薇院，换身衣服，再去见老太太吧。我看你偷懒，你再偷懒，死丫头！好像是那边传过来的声音。要不还是算了吧，我们也是自身难保，不要再多管闲事了。叫得这么惨，我们既然都听到了，就去看看，怎么可以视而不见呢？不许哭！再让你偷懒，住手！五姨太，白家什么时候允许你们这些下人之间滥用私刑了？这个丫头手脚不干净，还偷懒。她本来就是我管的人，教训她几下也是应该的嘛。我没有手脚不干净，更没有偷懒。我从早上干活到现在，连饭都没有吃。你还敢在五姨太面前撒谎？我没有撒谎。都不要说了，这位妈妈，即便是这个丫头犯了错，你也应该先向管事妈妈汇报，查清楚真相之后再酌情惩罚。你怎么可以在这里滥用私刑呢？我们平常都是这么管教他们的，也没人说我们。哼，今天五姨太倒是有这种闲情逸致啊。你要是不服，可以跟我去见太太。如果太太说你是对的，那我向你道歉。算了，这么点小事儿，别去惊动太太了。就算我老婆子今天理亏了，那你得答应我，以后不准再对这个丫头用刑。五姨太说什么就是了。哼。谢五姨太，谢五姨太救命之恩！快起来！谢五姨太，你身上有伤，就不用多礼了。你叫什么呀？我怎么好像没有见过你？我叫画眉，半年前入府，在刘妈妈，就是刚才打我的妈妈手底下做事。她想让我嫁给她的儿子，她儿子是傻的，我拼死都不同意，因此惊动了太太。刘妈妈这才善罢甘休，从此她只要一有机会，她就打我。我身上这些伤，
都是他打的。天啊，这人怎么这么狠心呢？武姨太，虽然你今天救了我，我知道刘妈妈不会放过我的。谢谢你救我，我知道我是下人，这本就是我的命。我想通过这个事情，刘妈妈对我也不会太过分的。我还有活要做，就先退下了。你等一下，这个是37粉，可以止血的，你留着用吧。拿着。谢武姨太，谢谢。给你解禁，又让你筹备你父亲的生计，咱们白家也算是仁至义尽了。你以后可要安心的待在家里面。是。采薇还有一件事情想请求太太。什么事？就是关于我的奶娘张妈妈。我父亲去世之后，张妈妈一个人在外孤苦伶仃，我想恳求太太允许我把张妈妈带回来，让她留在蔷薇院，到老了也算有个晚年安身之处。这是小事，你想接回来就接回来吧。白家也不怕多养个下人。谢谢太太。谢谢太太。太太，你们都来了，坐吧。采薇，你也坐吧。采薇啊，回去了一次，瘦了不少。人死不能复生，你自己身体也不好，不要太伤心了啊。多谢姐姐关心。对了，本来还想请太太把桂琴身边的红袖调到我身边来，我回来之后却找不见她人了，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。说来也奇怪，桂琴去世后，红袖也失踪了。我想，她是因为跟环儿害死桂琴之后，畏罪潜逃了吧？我已经派人去找了。说起下人，我倒想起一件事。景兰，二爷前2天跟我说，要把婴儿配给药厂的一个伙计。婴儿走了以后，这园子里伺候的人也太少了些，正好家里新买进几个丫鬟，你今天就挑2个回去吧。是要伺候你的人，你就从中挑2个合眼的吧。太太还真是关心武姨太，只是这外面新买进来的，毕竟是不知根知底的。柳姨太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太太，我只是就事论事，您千万别多心。其实我心中已经有了人选。是谁？就是在大院里面干粗活的画眉，我喜欢她老实本分，再加上我已经把张妈妈带了进来，其实身边伺候的人也就够了。多谢太太费心。既然如此，就随你好了。多谢武姨太救我一水火，多谢武姨太。快起来吧，在我们蔷薇院不讲究这些。画眉，武姨太可是最和善的人，你能来这儿伺候啊，可真是你的造化。画眉啊，快起来吧。来，跟我去熟悉熟悉环境。哎，跟我来。我刚刚还说不要讲究这些，你这又是在干嘛呀？别人的礼，武姨太可以不受，可婴儿这一拜，武姨太你一定得受着。若不是武姨太，也不会有婴儿和小龙哥的心事。武姨太，你对我有再造之恩，这都是你自己的造化。
往后的日子怎么过，就要看你自己的了。婴儿一定不会忘记武姨太的这份恩情。算他还有点良心，知道要跟武姨太磕个头。白家上下100多号人，有多少事情是见不得光的？即便是好人待久了，也会被带坏了。婴儿的本性还不算太坏，是小姐心好，肯给婴儿一个改过的机会。武姨太，你想什么想得这么入神？翠萍，你有没有觉得太太和碧荷之间有什么古怪？古怪？什么古怪啊？换作是你，处在碧荷的位置，你敢和太太针锋相对吗？我才不会像碧荷那样呢。这孩子，小姐不过是打个比方。吓死我！如果是我的话，我可不敢，估计我连正眼都不敢看一眼呢。没错，碧荷只不过是个丫鬟出身，在白家毫无根基。即便是现在得宠，可她又有什么资本跟底气和太太叫板呢？如果她是像秋林那样鲁莽的性格，倒也还好说。可是我们都知道，碧荷性格谨慎，心细如尘，绝对不至于这样。她给我的感觉就好像是有恃无恐。你的意思是？小姐是怀疑碧荷，她就是太太安排在小姐身边的内鬼。我就是这么想的。武姨太，武姨太不好了！什么事咋咋呼呼的？听说二爷今天请了戏班子，要请全家人看戏呢。这不是好事吗？是好事啊，可问题是二爷点名了，不让武姨太去看。这家就是有点脸面的下人都让去，唯独不让武姨太去。看来武姨太又失宠了。是啊，难以为她解禁后会重新得宠呢。嗨，我早就知道会是这个结果啦。哎，上次啊，二爷当众冷落了武姨太以后啊，哎呦，接下来几天二爷都去的碧波院。真的？哎，那院里的管事争相讨好，别提多风光了。哎呀，他们可是得了不少赏钱啊！这话可别到处嚷嚷啊！不会的，不会的。太太现在心里一定很难过吧？那个黄采薇还真是不争气，辜负了太太的一番心思。太太，你别太往心里去，气坏了自个的身子可不好。碧荷先告辞了。真是太欺负人了！武姨太出来还没过几天好日子，又要受苦了。别说解暑的甜汤和瓜果，就连该给我们的份例一点都没见着。夏天的衣服到现在都还没有送来，别的院子的都已经做好穿上身了。我还去找管事的妈妈问过，管事妈妈竟然说武姨太又用不着去伺候二爷，实在急的话拿去年的出来穿喽，又不是什么金贵人。哎，这话可千万别在小姐面前说，免得她心中不舒服。我当然没说了，所以我才特意从去年的衣服里面挑了几件新的给武姨太穿。你以为我连衣服的新旧款式都看不出来了吗？别藏了，我都看到了。其实这些衣服还挺新的，没有必要做新意。而且你们都知道，我从小就粗茶淡饭，不在乎这些，早就已经习惯了。小姐，这都是因为二爷的冷落，府里的下人呐，都是见风转舵、捧高踩低的。我出来又不是为了这个。等我查明了爹和桂琴的死因之后，了结完这一切，我就会想办法带你们离开这个是非之地，就让他们这些人去争一个头破血流吧。对了，张妈妈，我想请你帮我办一件事情。有什么事，小姐尽管吩咐。
我想试探一下碧荷，想让你配合我演一出戏。我娘怎么还没回来？按理来说应该早就回来，不会出什么事了吧？翠萍，你先别着急，你娘在外面熟人多，也许是被什么事情耽搁了。可是眼看就要到门禁的时候了呀。画眉，画眉，来了，吴姨太。你现在赶快拿些钱去门房那边守着，如果张妈妈过了门禁的时候才回，你就在门房那边疏通一下，千万别把这事儿闹大了。画眉，你跟门房比较熟，就拜托你了。姐姐放心。吴姨太，吴姨太，不好了！张妈妈过了门禁的时间才回来，门房的人不给通融，此事惊动了太太。太太派人将张妈妈带走了。什么？娘，小姐，小姐，太太，采薇，你来的正好。张妈妈是你院子里的人，她受罚也得让你知道。白家家规，亥时后未经当家太太首肯，任何在门禁时间内未归的下人，都要受到20杖刑。太太，张妈妈年迈体弱，经不得杖刑啊。张妈妈是因为我才会出门，归根结底都怪我。你要打就打我吧。武姨太这话就错了，主子交代下人做事是天经地义的，下人的职责便是在不违反家规的情况下将差事办好。如今他不能按时回归，是他没将白家的家规放在眼里，要么就是能力不行，不管哪一条，这20杖刑都得受得。哪有主子为下人担过的？还不快行刑！太太，太太开恩，要罚就罚我吧。太太开恩，太太开恩，都是采薇的错，要罚就罚我吧。请太太开恩，我娘年纪大了，受不了杖刑。翠萍愿意替我娘受惩罚，请太太开恩，太太开恩啊！小姐，不要再磕了，求太太妈妈没关系，求太太了，20杖而已，妈妈受得起。打！张妈妈，住手！姐姐，梅香，你的消息倒挺快。梅香得二爷的吩咐，与太太一同管理内宅。现在太太要处理下人，梅香当然会得到消息。既然来了，就坐吧。太太，梅香还有话要说。有什么话，等我处置完下人再说吧。梅香知道张妈妈是犯了家规，理应受罚。可是我们白家在当地是仁善之家，所有的事情还是要酌情处理。就像张妈妈她，真是笑话！我当家太太处罚下人，还需要你个二姨太来指指点点？不要因为二爷给了你些许信任，你就忘了自己到底有几斤几两了。你再多说一句，我就用不敬之名来处罚你。陈梅香，你尽管试试。再有人求情，就一起打！停下干什么？给我继续打！张妈妈，不许停，继续打！走开啊，小姐，走开！走开啊！每个人都有其存在的价值，而采薇你的价值，就是二爷的欢心。失了二爷的欢心，你就一文不值，连个小小的门房都不把你放在眼里。希望经过这一次，你能明白我的意思。小姐，小姐，你身上有伤，不好好躺着，跑过来干什么呀？啊！吴姨太担心你们，非要过来看看。张妈妈，你没事吧？还疼不疼？我不过是挨了几下，已经上了药，现在不疼了。都是采薇连累了你。
不是，是我没用，是我连累小姐才是啊。对了，妈妈，你出门怎么这么久才回来？是不是有什么事耽搁了？说来也怪，我有时就往回走了，可是快到家的时候，忽然被人打晕，劫了身上的财物，再醒来时候就晚了。白家附近是我们这里最热闹的地方，平时都有人巡逻的。要说碰到扒手倒不奇怪，怎么会有人敢当街抢劫呢？我们又被太太算计了。张妈妈，你出门的那一刻起，就已经中了他们的圈套。那些劫匪是专门等着你的。啊？这是为什么呀？太太这是在敲打我。但有一句话，她算是说对了。在白家，如果没有二爷的欢心，也就是一文不值。我可以不要锦衣玉食，也可以不要前呼后拥，但是我不能让你们为我受苦。我真是太天真了，只知道一味的逞强，却从来没有想过，如果得不到他的欢心，我在白家简直就是寸步难行。别说替我爹和贵亲讨回公道，恐怕到时候连你们的性命我都保不住。你这是在逼我明白这一点吗？你赢了，剑圣，你赢了。二爷，这个时候你怎么来了？听说你打了采薇，不知是谁给二爷传的话，很明显有些出入。我不过是处罚了采薇身边一个犯错的下人而已。你既然看到采薇扑上去，你怎么？二爷是在责怪我。依二爷的意思，以后下人犯错，只要他们的主子装模作样一番，我就要饶恕他们的过错。那以后我还怎么管制下人？家里还不乱套了？好，算你说的有道理。可是父方，作为一名当家主母，不仅需要有雷厉的手段，更需要仁善之念、宽厚之心。那个张妈妈年纪这么大了，如果不是错得太离谱，你就应当从宽处理。二爷怎么知道我没有从宽处理？如果不是你太过分，采薇何至于不顾自身安危替他受过？父方，你别以为我将内宅交给你，就什么都不知道。最近家里发生这么多事，其实之前内宅也一直没有消停过。你比任何人都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。我之所以一直忍着不说，看起来是听之任之，是因为我知道你也有你的苦衷，你有你必须要维护的东西。那份威严，那份尊严，以至于那份安全感。可是父方，你不要忘了，其他人同样需要安全和有尊严的活着。今天这件事就算了，可是我不希望看到类似的事情再发生，更不希望外人以为我们白家肆意虐待下人。父方，不要辜负我对你的信任。或许我不应该冷落采薇。虽然明知道他是为了采薇的事而来，可我见到他，还是忍不住高兴。二爷虽然有几房姨太太，
可是对太太还是尊重她。尊敬又有什么用啊？其实，我好羡慕采薇。算了，不说这些了。虽然二爷对我没有好脸色，可最起码证明了他对采薇还是有情的。经过此事，我相信采薇应该明白我的意思了。姐姐，碧荷，妹妹，你们来了。姐姐，你身上有伤，快别客气了，我们也不是外人。是啊，你呀就好好的靠着。身上的伤怎么样了？翠萍和张妈妈他们怎么样了？翠萍的伤势最严重，张妈妈已经好多了，至于我，基本上已经没事了。那就好。说起来，还要感谢姐姐上次替我求情。可惜，什么忙也没帮上。姐姐已经尽力了。对了，姐姐，你这次派张妈妈出去，是不是有什么重要的事啊？姐姐不方便说就算了。其实也没什么不方便说的。说起来，这件事情还跟你有些关系呢。和我有关？画眉，哎，你先带他们下去吧。是。走。是。碧荷，你还记不记得那晚废院的事情？这么大的事儿，我当然记得。只是好端端的，姐姐怎么问起这个事儿啊？因为我一直觉得，那天晚上我们在亭子里面晕倒很奇怪，应该是中了迷药。我被禁足期间，把整件事情想了一遍，觉得最可疑的就是我们出门之前喝的那碗甜汤。自打我怀孕之后，院子里面设了小厨房，所有的吃食都是小厨房的乔妈妈和连翘做的。我已经让翠萍问过乔妈妈了，那碗的甜汤就是连翘做的。所以，你怀疑是连翘下的药？没错，我出来后才知道，连翘已经赎身出去了。我回家的那段期间，派人去查了他的下落，很快就有了消息，所以我才让张妈妈出府的。现在，关于他的下落已经有些眉目了，只要找到连翘，就一定会真相大白。关于连翘的下落，我已经有些眉目了。只要找到他，就能真相大白。连翘，碧荷姐，甜汤已经熬好了，麻烦你拿去端给武姨太吧。好，辛苦你了。好。在我身边待了这么久，还曾经与我同生共死。在我最艰难，身边人陆续离开的时候，他也不离不弃地陪在我身边。所以，即便他后来成了六姨太，我也从来没有责怪或怀疑过他。可是这一次，小姐却对碧荷起了疑心。经历了这么多事情以后，我很难再像以前那样用单纯的心思看人了。过去，我以为只要我诚心待人，别人即便不会以同样的心思对我，但至少不会来伤害我吧。可事实证明，人性比我想的要复杂得多。现在我明白了，想要看清一个人，就要从细微处着手。一个人隐藏的再好，都不可能天衣无缝。只要仔细观察，认真推敲，就会有不一样的结论。所以小姐才设下此局，试探六姨太。
如果让太太知道，肯定会想办法阻止。我只要默默实实的找上门来，反而会显得我心虚，落了把柄在太太手上，这样对我非常不利。虽然我怀疑碧荷，但如果没有真凭实据，我还是不能肯定。虽然我不会轻易相信他人，但也绝对不会随便冤枉别人。如果小姐怀疑是对的，那碧荷以为小姐找到连翘了，心虚之下一定会有所行动。妈妈，我真希望是我猜错了。妈妈理解你。哎，翠萍，怎么样了？果然不出武姨太所料，碧荷就是那个内鬼。今天晚上我在她门口足足守了2个时辰，亲眼看到她鬼鬼祟祟的去了牡丹院。只是不知道为什么，她到了门口，她没有进去。这个碧荷和太太的关系一直都不好，可是她下午才听小姐说了连翘的事，晚上就迫不及待地找太太，而且是在深更半夜。要说她是清白的，才没人相信呢。这个碧荷，亏武姨太一直对她那么好，而且还救过她的命，她竟然忘恩负义，跟太太一起害武姨太。武姨太，要不我们把这件事情告诉二爷吧？只要可以逼碧荷说出真相的话，就可以治太太的罪，那样就可以还武姨太清白了。别说这个连翘只不过是我们打出的幌子，即便是真的，也很难逼碧荷说出真相。她只不过是一时心虚，才会想到去找太太这个主谋。既然她没有进去，说明她已经想明白，一个连翘对于她而言根本构不成威胁。那现在既然已经肯定碧荷就是内鬼，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？我一定要找回自己，还有我那可怜孩子的清白。那些曾经伤害过我们的人，我一定要让他们亲口说出他们的罪行。你谁呀？看什么看？走走走走走。这位大哥，我有急事要找你们武姨太。武姨太，有人要见你。武姨太，大娘，您这是干什么呀？快起来！大娘，到底出什么事了？是大山，大山他出事了。我想来想去，只有武姨太你能救大山了。可之前大娘不是说不知道他的下落吗？那是我骗你的。大山从药厂出来以后，就到城外的一个矿山，到那里隐姓埋名去当矿工。他走的时候，千叮咛万嘱咐的，不让我把他的行踪告诉任何人，说否则就会有生命危险。我不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，心里害怕，所以对二爷和武姨太，我都没敢说实话，连他爹我都没敢告诉，整天的提心吊胆。武姨太，请你不要生我的气。唉，这为人父母的呀，一生都在为儿女担着心。李家嫂子，我能理解你的心情。大娘，我知道您也是逼不得已，我不会怪您的。只是，您刚刚说大山出了什么事啊？昨天，大山干活的那个矿山坍塌了，许多工人被埋在了里头，还有许多受伤的。矿主一看事情闹大，他就跑了。那边现在没人管，那些被埋的工人还有受伤的，只有等死的份儿了。我的大山也被埋在了下面，生死不明。武姨太，武姨太，我求求你，求求你，求求你救救大山吧！他爹病在床上，家里没有别人，我一个妇道人家，我真的什么办法都没有了。大娘，大娘，你先起来，先起来啊！
大娘您放心，我一定会尽全力把大山哥平安的带回来。谢谢吴姨太，谢谢吴姨太。吴姨太，吴姨太，德贵，我有急事要见二爷。啊，二爷正在跟管事们开会，吴姨太有什么事儿，不如回去再说。不行，我等不了那么久。好，二爷。那这位管事。二爷。二爷。今天就聊到这儿吧。是。是。德贵，让他进来吧。哎。找我有什么事吗？我们换个地方说话吧。你不用跟着。二爷，二爷好。为什么要避开德贵？德贵在你心里，也许是最值得信任的人，但我却不相信他。算了，不说这些了。我今天来找二爷，是想求二爷一件事。何事？不过在这之前，二爷必须先答应我一件事。你说。不管你答不答应，这件事情都不可以跟第三个人提起，包括德贵在内。什么事情这么神秘？二爷就不能答应采薇吗？我答应你就是。不知道二爷有没有听说过城外锡矿矿难这件事情？矿难？你说什么？采薇又见到二爷了？没错，吴姨太好像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二爷说。他们都说什么了？我哪会知道啊？你想想，吴姨太根本就不信任我，他们说事儿，我哪会在场啊？难道是连翘的事？二爷要和采薇一起出远门，去哪里？去做什么？好，关于一些生意，因为采薇啊懂得药理，需要他的帮忙。他怎么来了？你别忘了小姐说过的话，别让六姨太知道小姐已经开始怀疑他了。我知道该怎么做。六姨太，是来看我们五姨太的吗？真不凑巧，她刚刚出去了。出去了。对了，翠萍，你身上的伤好点了吗？哦，我的伤好多了，多谢六姨太关心。翠萍，我们姐妹一场，不要叫得这么生疏，以后还是叫我碧荷吧。我可不敢，六姨太。对了，翠萍，我听说二爷和五姨太要出趟远门，他们要去哪里呀？啊，听五姨太透露呢，好像是跟连翘的事情有关。
好，既然武姨太不在，那我就改天再来。慢走啊，六姨太。六姨太慢走。吓都要吓死你，坏东西！德贵，这段时间你就帮我好好看着药厂，啊。二爷您放心吧。小姐路上要小心啊。就交给你了。嗯，翠萍，要好好照顾小姐。小姐要是少了一根头发，我可饶不过你。娘，我知道了，我一定把武姨太完好无损的给你带回来。生意上的事儿，好，你可以放心。小姐，不要再和二爷怄气了。他到底是你的夫婿，是你的终身依靠啊！啊，我知道。妈妈放心，我知道该怎么做。我走出去日子，照顾好自己。好了，你们都回去吧。受过罚，这次出来要坐很久的车，所以特意弄了这么厚的软垫，好让你坐得舒服些。你看武姨太，二爷还是很关心你的。翠萍，我知道你伤势刚好，不适合出远门。本想让你在家好好休息的，可是我想，去了矿山还不一定会发生什么事情。本想让你好好在家休息的，我本想带着画眉，可是武姨太，你是不相信画眉吗？可说起来，还是你救了她呢。我何尝不是也救过碧荷呢？那既然武姨太你都不相信画眉了，为什么当初还要把她要到蔷薇园来呢？这是两码事。我想给她一个机会，但并不代表我就要把她当成心腹。只要她安心本分，我不会亏待她的。这，停下来休息一会儿。这。二爷，一切都准备好了。好，采薇，来，这是赵明，他刚刚带了4个大夫和不少药品和我们会合。有劳赵大哥了。武姨太太客气了，二爷的事就是我的事。啊，你们先聊，我去那边看看。好，我也过去帮忙。啊，药品都带齐了吧？带齐了。怎么样，饿不饿？我这么安排，就是为了不让人起疑。你放心，除了这里的人，不会有人知道我们此行的目的。我本来只是怕有心人知道大山哥的行踪，会危及他的性命，没想到二爷想得这么周到。这么大的事情，既然我知道了，又岂能不静静心里？只是这些3期有可能收不回成本了。人生在世，又岂能事事锱铢必较？我种植3期，就是为了治病救人。要是光为了赚钱，我干脆去种鸦片好了。采薇，希望这次可以找到大山哥的下落，能查出我爹真正的死因。其实我一直都在怀疑这件事。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你爹死得不明不白的。
驾，驾！二爷，那里就是我们要找的矿山了。好。玉。东西都卸下来，发给他们。好，赶快。小心点，慢点。请问有看到一个叫李大山的人吗？没有啊。认识李大山吗？认识李大山吗？认识李大山吗？怎么样？有没有找到大山哥？我再去找。好。六姨太，如果翠萍说的是真的，二爷此番出行是为了连翘的事情，那六姨太可不能坐视不理呀。你以为我不知道吗？可又有什么办法？不如找太太商量一下。不行，绝对不行！我好不容易才有了今天与他对抗的权利，岂能轻易示弱于他？不会有事的，连翘他什么都不知道，应该不会有事的。二位，认不认识一个叫李大山的人？不认识。二位，你们认不认识一位叫李大山的人？没有。这位兄弟，打听一下，认不认识一位叫李大山的人？不认识。赵明，来。二爷来了。坐。几位爷，我们这帮人呐，可把你们给盼来了。你们简直就是上天派下来搭救我们的活菩萨呀！二爷，要不是你们几位爷及时送来药品和食物，恐怕我们这帮受伤的兄弟们早就病死了、饿死了。您说这话就见外了。来，大哥，喝点粥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大哥，都是乡里乡亲的，就应该互相帮助吧。你放心，这次我们来，带的不仅是药物和粮食，还有几位大夫，一定能帮到你们。哎呦，太谢谢了，谢谢。哎呀，我们真的是没办法了，矿难都发生了好几天了，矿主跑了，也没人管我们。但凡能走动的呀，都走了。有些伤者让家里接走了，只留下我们这些伤重的，家离得远的，还有这些无家可归的人。就算矿主走了，难道官府就不管你们了吗？哎，矿主跑了，没人给他们油水，那些当官的哪会管我们这些贫苦百姓的死活？不过是在开始，应景的倒是来了几个人，给了那么一点点食物和药品，装模作样一番就走了。以后就没人来过问此事。可怜我们那些兄弟老天爷下雨，淋了雨发烧，我们哪有药就这么活活的拖死了。我看你们几位身上也没什么大碍，怎么会留在这儿呢？我们几个倒是伤得还很轻，可是我们也没有地方去，于是我们就自发地留下来照顾这些受伤的兄弟。我们就在这附近挖些野菜，能吃的能喝的救一个是一个。你们要是不来我们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呢。哎呀，也不知道有几个兄弟能活着走出去呀。哦，你看，这说着说着，这鬼天气马上就要下雨了。赵明，让大家帮忙把伤重的人抬到棚里去避雨。好。
采薇，采薇，怎么样？找到没有？没有。二位应该是在找什么人吧？是啊，我们在找一位叫李大山的，他是卓京的亲戚，不知道你认不认识？他人长得高高大大的，脖子上有一块红色的胎记。你说的这个人我知道，他在里面已经埋了4、5天了，估计啊早就没命了。采薇，你已经尽力了，我们再想别的办法。采薇，采薇，采薇，下雨了，上面危险！采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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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雨这么大，你做什么？大山哥也许还没有死，我要救他！听我说，他已经被埋了好几天了，不可能活着。我们先下去，这雨下这么大，这里太危险了。我们先回去，另想办法查出你父亲的死因。你现在马上跟我回去。放手！你以为我是想知道我父亲的死因才救他的吗？是，我是很想知道我爹的死因。但更重要的是，那是一条人命啊！大山哥就像我半个兄长，或许有90%的可能他已经死了，可是只要有1成可能，我就要试一试。他的父亲还躺在病床上，他的母亲还在等他回去，他现在就在里面，我就在这里，你让我怎么置之不理？采薇，采薇，我说过我不会放弃的。这不是你们女人能做的事儿！李大山，我会给你救出来！你现在马上给我离开！不，崔平，带武一泰走！不，武一泰，跟我走吧！走！武一泰，小心！哎，二爷，二爷，二爷！过来！二爷，喝茶。六姨太，太太派人来传话，让您现在过去一趟。太太，六姨太过来。太太叫碧荷来，有什么事儿吗？就你。太太，二爷不在家，您倒是拿碧荷开起玩笑了。您别忘了，采薇是您放出来的。今天二爷带着采薇出去，这都是你造成的。太太若没什么事儿，碧荷就先回去了。碧荷可没太太这么悠闲，这么大的白家还有很多事儿等着我去做呢。你也知道的，老太太现在只相信我。连翘，二爷和采薇去找连翘，这事儿我知道，但我敢肯定，太太一定不会让他们找到连翘的。如果找到连翘，你我就都完蛋了。不，我乐见其成。找到连翘，死的只会是你，因为他根本不知道你是我的人，更无法指认我。连翘只会指认你是陷害武姨太的卑鄙丫鬟。
而我却依然是白家的当家太太。六姨太，六姨太，太太没有为难你吧？立春，是我平日待你如何？六姨太对我恩重如山，如果不是六姨太，我娘早就暴尸荒野，我也会饿死街头。现在立春的命就是六姨太的。那如果我有难，你会帮我吗？六姨太的事就是立春的事，不管六姨太要我做什么，我都会去做。是不是有人欺负六姨太啊？立春，你是我心里唯一能信得过的人，我希望你不要辜负我对你的信任。快，快，走了吗？快！小心点，慢点，小心点，慢点，快，这边还有！找到了，找到了！我会将他救出来。答应你的事，一定会尽力做到。不，你没有做到。水来了，快，来，喝口水。醒了，醒了。怎么样？我以为阴曹地府里面只有牛头马面，没想到还有这么漂亮的姑娘啊！你胡说什么呀？我不管你了。呵呵，还能开玩笑，应该没什么大碍。大山哥，采薇，你怎么来了？你娘知道这里发生了事故，就去求采薇，采薇是专程来救你的。你小子呀，身体可够壮实的呀，5天5夜还能活过来，命硬啊！是啊，事故发生的时候，我跟另外2个兄弟正好要出来，可是大石把洞口堵住了，好在能通风透气。下雨的时候还有水流进来，我们才撑到现在。大夫，他现在很虚弱，需要休息。大山哥，你先好好休息，等身子好了再说，好吗？今天淋了这么久的雨，身子没事吧？没事儿，你呢？我是个男人，没那么娇弱。今天谢谢你啊，如果不是你的话，我也救不出大山哥。在我危难的时候，你也没有置之不理啊。难道我们之间除了相互感谢的话，就没有别的可以说了吗？没想到有一天，我们竟会变得如此生疏。
采薇，你还在怨我？难道你就能真正放下吗？武姨太，喝点水吧。我和他都有心朝前再迈一步，可却始终跨不过心里的那道坎儿。